苦楚之战第9章，日降喜忧来第8集。婚礼前几周，严宝慧对林浩恩说：“我想用徐教官和陈教官送的2枚订婚戒指，为你我各打1只结婚戒指。”浩恩听了，一脸惊异，说：“宝慧，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这天晚上的经历使林浩恩好像变了一个人，使他有勇气面对婚姻中他与他近距离接触后，他发现他的虚伪，他有信心在他发现他假冒为善之前，他已不再是假冒为善，而是生命已被主改变。主耶稣爱的生命充满他，他真的为善，真心爱他。次日黎明，早起晨更，浩恩读提摩太前书，看到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忽然想到，也许宝慧早就感觉到他爱的是他给他的感觉和他想象里的他，而不是真实的他。故此他选择陈本夫，因为陈本夫爱的是真实的他。属灵的人同感异灵，灵里相通，他有美好灵性，肯定有敏锐的属灵分辨力，早就看出我不怎么地。浩恩心里想。日本投降后第3个月，感恩节前的礼拜6，林浩恩和严宝慧在重庆救主堂举行婚礼。婚礼仪式与众不同。严宝慧坐在钢琴旁，自弹自唱那首他与林浩恩陪都重逢那天在康克若西餐厅与林浩恩、陈本夫伫立而听的英文歌《回家》 Going Home。 林浩恩小提琴协奏，严宝慧先用英文唱一遍，林浩恩再用中文领唱。参加婚礼的来宾一起唱《回家》。Going home, going home, I am going home。 婚礼上唱《回家》作为结束，是林浩恩提出来的。他想以此怀念去年10月殉国的陈本夫。陈本夫若没有殉国，新郎就不是他了。严宝慧的哥哥严宝光代替父亲角色，拖着他的手步入教堂，把他的手交给林浩恩那刻，浩恩的心被一种力量充满，那是从天而来爱的力量。这力量使他有爱的能力和激情。他相信需用到陈本夫在天上为他和严宝慧祝福。
他俩殉国前都因爱他而留遗书，把他托付给他，把爱的力量传递给他。他的生命被爱改变。当严保慧听林浩恩说他要在婚礼结束前与他小提琴协奏回家并演唱这首歌，先是吃惊，明白之后泪流满面。林浩恩定义要在婚礼上怀念陈本夫。浩恩这项提议使保慧对他顿生敬意。他原先不甚了解浩恩，看似书生的他竟有这般侠义。他想起陈本夫在留给他的遗书中说，林浩恩是真正的君子。新郎新娘在婚礼上的着装与众不同，别有意味。虽说新郎林浩恩的银行家父亲资财颇丰，但新娘严保慧执意不买新婚纱，说太浪费。借姐姐严宝莲结婚时穿过的婚纱就很好。保慧亲手用蕾丝花边制作一件有9朵淡蓝色花蕊、乳白色花瓣的百合花 tiara 花冠，乳白色皱纱从花冠顶部披到后肩。他用9朵百合花纪念他与浩恩相识9年。他自制一双长度到肘的乳白色蕾丝手套。他平时不爱穿高跟鞋，不愿为结婚而买只穿1天的高跟鞋，仅仅为撑起婚纱，就借了姐姐宝莲的白色高跟鞋。浩恩也没有做新西装，只借一套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同事的黑色西装，只有新娘的百合花冠披肩、长手套，新郎的玫瑰色领带是新的，其余婚礼服饰不是旧的就是借的。他们的结婚戒指是用徐永道、陈本夫给严保慧的订婚戒指合而为一打成2枚，背面刻着1936至1942至1945 Eternal Love 永恒的爱。新郎的戒指没有钻石，新娘的戒指镶嵌2朵百合花形钻石。戒指背面的数字文字意味深长。婚礼前几周，严保慧对林浩恩说，我想用徐教官和陈教官送的2枚订婚戒指，为你我各打一只结婚戒指。林浩恩听了一脸惊异，沉默片刻，他眼睛湿润，说，保慧，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你知道的，我从心里敬重徐教官和陈教官，我会纪念为国捐躯的他们，纪念他们对你的爱。我接受你的建议，只是2枚戒指要刻上字，1936至1942至1945至 Eternal Love 永恒的爱。2朵百合花钻石都镶入你的戒指。保慧流着泪，听他说完，听到最后一句，忍不住哭出声。浩恩抱住他，
拿出手帕为他擦泪，说：真心的爱过你的人，值得你和我纪念。宝慧心里明白，浩恩让刻在2枚结婚戒指上的数字文字的内涵。林浩恩1936年爱上她，他与她重逢在1942年，结合于1945年，相爱到永远。徐永道1936年爱上她，陈本夫1942年爱上她，他们都已进入永恒，他们的爱已成永恒。婚礼那天，严宝慧收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叔叔严正海的儿子，堂兄严宝谦送了一个红包，还送一个西式百合花瓣镀金烛台，正是严宝慧从美国带到杭州送给叔叔婶婶的，有2棵橄榄树，顶部有7朵百合花瓣，每朵花瓣各放1支蜡烛，7支蜡烛可同时点亮的那只烛台。林浩恩甚喜爱这烛台，他察觉到自己人性的软弱，看得见的东西对他的影响力时常大于属灵的世界对他的影响力。属灵精神世界，肉眼虽看不见，却是真实存在。他也需要看得见的东西来提醒他，时刻依靠那在神应许之上的信心，去面对看得见却纷繁善变的世界。他把烛台放在新房内的书柜上，让烛台提醒他：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7朵百合花灯盏，让他时常省察自己，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在教会里只是一个现金者和消费者，只顾自己在地上圣成，享受神的恩典，自我陶醉在基督徒的美好感觉里，对还在罪的捆绑和黑暗里的人没有感觉，因为他心里并不关心主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大使命，虽自称是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而从不脸红。他只用基督徒招牌给自己增光添彩。2棵橄榄树提醒着他，基督徒不是让人自我标榜和骄傲炫耀的名号，而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属神的子民。他有为基督做见证，领人出黑暗入光明的义务。婚礼前3天，严宝慧收到中学好友林浩恩的妹妹林慕恩从澳洲汇来$300的贺礼。慕恩特意把礼金汇给宝慧，而不是哥哥浩恩。9年前，严宝慧把给徐永道的回信装错信封，寄给林慕恩，但不知何原因，林慕恩并未收到。宝慧一直不知道他把2封信寄错了。
新婚洞房设在林浩恩父母在金轮屋住的大房间。林浩恩的父亲林志信对严宝慧的印象本来就不错，他觉得这位举止稳重、端庄秀美、精通英文又懂法文、日文的留美女硕士，完全配得上林家公子。只是林浩恩的母亲钱思媛嫌34岁的新娘新媳妇已过最佳生育年龄，怕她生不出健康孩子，但儿子执意要娶她，直言声称非他不婚。钱思媛只能对儿子妥协。婚礼当晚，林浩恩的父母住在机场招待所，次日清晨飞回上海。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